汉大妈用艾叶当枕芯，半年后去医院体检，医生羡慕，气色红润。武汉的李大妈从农村老家回来后，带了一兜子晒干的艾叶，说要做艾叶枕枕着睡觉。邻居都好奇的打听做着艾叶枕干嘛。李大妈说自己回了趟农村老家，发现村里的大妈大爷都用这干艾叶做枕头，说是能缓解肩颈疼痛，还能助眠呢。李大妈说，村里的老人基本都用艾叶枕，家家门口都种点艾草，晒干艾叶。李大妈上了年纪，总是睡不好，看着村里人用艾叶枕的效果还挺好，就要来一兜子晒干的艾叶做枕头，自己也试试，看看能不能缓解一点。还别说，李大妈枕着艾叶枕睡大概1年左右，睡眠确实好了很多，而且看起来气色很好。去体检，连医生都羡慕她的好气色。邻居看李大妈用艾叶枕的效果这么好，也都纷纷去找干艾叶回来做艾叶枕。一时间，小区里兴起了晒艾叶做艾叶枕的潮流。可过了一段时间后，有几位邻居却反映自己枕艾叶枕效果不好。他们自从用了艾叶枕，一直觉得头皮和脖子痒。为什么同样的艾叶枕，有人用着效果好，有人用着效果差呢？艾叶枕真的那么好用吗？艾叶枕的好处这么多。艾叶一直是我们，尤其是女性养生常用的一味药材，它的功能很好，又几乎没有毒性，用法也相对简单，大多数人会用艾叶泡脚。中医有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叫做艾灸，用的就是艾叶或者炮制好的艾绒。记忆里，我们总会用在夏天用艾叶煮水泡澡，洗完艾叶澡后，身上被蚊虫叮咬产生的大大小小的红包都消失了。作为一味中药药材，艾叶的好处实在是多。根据《名医别录》记载，艾叶具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调经安胎的功效，外用还能够祛湿止痒。它不仅可以治疗脘腹冷痛、女子经寒不调等问题，还可以治疗虚寒性吐血、衄血等疾病。而且艾叶中含有的各种挥发油也有很多功效。有医学研究表明，用生艾叶水提取物给小白鼠灌胃，能增加小白鼠血小板的数量，缩短出血时间和凝血时间。而醋艾叶碳水提物灌胃则能抑制小白鼠的疼痛反应，具有止血镇痛的作用。而今年江西中医药大学发表的论文中提到，艾叶提取物还能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马拉色菌和痤疮丙酸杆菌，对脂溢性脱发有一定的治疗效果。艾叶的好处这么多，那制作成枕头又有什么好处呢？友情提示，因为本文字符偏长，文中可能会有广告解锁模式。不过好在平台新出政策中，广告解锁是免费的，大家只需看完即可继续阅读。在此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以及平台。首先，艾叶性温，能温煦经脉。晒干的艾叶做成枕头，它的温暖之气则可以从我们头颈部的穴位进入我们的身体，起到行气活血、疏通经络的作用，能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改善我们的肩颈疼痛。且艾叶做成枕头，艾叶中的挥发油能更好的进入人体，促进血液循环，发挥镇定作用，改善睡眠质量。艾叶枕对体弱多病的小孩也是有很显著的效果的。很多家长会给自己体弱的孩子做艾叶枕来预防春秋常发生的换季咳喘。艾草可以驱寒湿通经络，中医认为咳喘是外感寒邪克于肺腑，内火无法外达而导致的症候，艾叶刚好能达到治疗效果。在换季时注意调理内火，使身体正气充足，外邪无法侵袭，就可以达到预防的目的。由于艾叶的特殊气味，它常常被用来驱蚊虫，而艾叶做成的枕头还可以抑制螨虫的滋生，保证我们的床品的干净。螨虫使我们身体瘙痒，而且也是我们面部长痘的一大元凶，所以使用艾叶枕还能帮我们防止皮肤瘙痒和痘痘痤疮。艾叶枕的好处这么多，我们在制作艾叶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否则可能达不到养生目的，反而会导致皮肤瘙痒等症状。艾叶枕的制作一定要选用没有病叶的艾叶，而且一定要晒得特别干，晒不干的艾叶很可能会生菌发霉。我们在做艾叶枕的时候，可以把艾叶单独装，也可以把艾叶碾碎成艾绒和棉花放在一起。艾叶枕最好不要直接和皮肤接触，如果是单独装成的艾叶枕，应该在艾叶枕上方放一个相对较矮的普通枕头。如果是和棉花放在一起做成的枕头，在使用的时候应该把艾叶少的那一面朝上使用。
艾叶枕需要经常晾晒，可以起到防潮、消菌、杀毒的作用。而艾叶枕使用时间长了需要更换，时间长了挥发油都挥发完了，也就不再有安神助眠的效果了。二、养生枕头还有很多种，艾叶枕属于祖国医学外治法之一的药枕疗法。这一疗法是依据人体经络分布而创作的一种治法。我们的肩颈部位有很多经络分布，比如督脉、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等等。药枕能够局部刺激这些经络穴位，从而达到特异性治疗，只是起效时间长，适合我们日常养生使用。我国使用药枕的历史很悠久，我国古代佛家和道家都有使用药枕的习惯，历代的文人墨客也都喜欢使用药枕。据史书记载，唐代就流行过卧枕围的习俗。因为流行，大家所制作的药枕种类也非常丰富，有决明子药枕、桔枕等等。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养生需求选择合适自己的药枕。在现代超强的工作压力下，相信很多人都有生活作息不规律、失眠的困扰。对于这种人群，制作一个中药安神助眠枕日常使用非常合适。对于失眠人群，舒适的卧具是必需品。这时候，一个虚劳安睡枕可能正是您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用党参、黄芪、茯神、天麻、酸枣仁、柴胡各150克，再加入黄连30克、肉桂10克研磨成粉做成枕芯，放入我们平时睡觉的枕头内，或者做成颈枕来帮助我们安神助眠。如果您平时眼睛干涩、头晕头痛，有高血压、冠心病的症状，那您可能需要一个决明子枕头。决明子具有清肝明目的功效，用决明子枕可以清肝明目、舒缓神经。决明子药枕的材料有决明子、竹茹、菊花、桑叶、薄荷、侧柏叶、白芷、川芎、荆芥丹皮、磁石。我们要做药枕的话，可以再去寻找一下各个药物配伍的克数，按照方子制作。三、除了养生枕，还有什么方法养生？一、晒背有助于扶助正气。清代养生家曹廷栋曾说：“日为太阳之精，其光壮人阳气，即为补益。背部是人体督脉的循行位置，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阳气。背部还是足太阳膀胱经的主要循行位置，起到防御外邪的作用。因此，我们晒背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提升阳气，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对于阳气虚弱、先天不足以及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晒背是一个扶助正气的好方法，而且在晒背出汗的时候，还能够帮助排出体内的湿气。晒背的时间我们一定要选对，因为晒背一定要在户外直接接触阳光才有效果，所以我们尽量选择早晨9点，这个时候阳光充足却不强烈，不会晒伤。晒背的时长一般保持1小时左右为佳，如果有暴汗脱水的情况发生，就要小心中暑了。二、伸懒腰能通经络。人卧则血归于肝，人动则血运于诸经。在我们平时觉得疲乏困倦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做一个伸懒腰的动作。你知道吗？伸懒腰也是一个养生的动作。当我们困倦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血液运行很慢，而伸懒腰能帮助我们加速血液的循环，提高血氧含量，让困倦睡意一扫而空。在长时间的工作后伸个懒腰，血液归于诸经，可以畅通经络气血。伸懒腰可以激活我们全身关节肌肉，激发我们的肝脏功能，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在伸懒腰的同时配合深呼吸，可以吐故纳新，行气活血，振奋精神。在我们伸懒腰的时候，要尽量全身舒展，吸气时伸直的时候绷紧全身的肌肉，吐气时则让肌肉松弛下来。所以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的你，要不要现在伸个懒腰放松一下呢？结语：现在很多人都是长期低头看手机，或者在办公桌前一坐一整天，大多数人都有颈椎病和脖子前倾的毛病。像李大妈那样做一个养生艾叶枕，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肩颈疼痛，而决明子枕则可以帮助我们明目安神，很适合打工一族。药枕的种类有很多，我们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一款。如果不想自己做的话，网上也有很多商家在卖，还有加热等功能帮助药效的挥发。不过，药枕虽然是一种很简单的养生方式，我们也不要指望它去治愈什么疾病。正如我们上面所介绍的，药枕要想达到疗效，所需时间非常长。如果我们有很明显的失眠困扰，
或者颈椎病困扰，我们应该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药物、针灸的疗法可能会更合适，见效更快。药诊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疗法，它不需要我们去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学习、锻炼。换个枕头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养生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